100年前，人类为了验证马匹的奔跑动作，在赛道上连排摆放了相机进行拍照求证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组连续图像仿佛为照片注入了生命。至此，世间有了帧数这个概念。随着近年电竞赛事兴起，玩家对每秒帧数的需求与日俱增，并推动了显示器设备长达数年的高刷军备赛。这也让不少观众问我，那种500-600刷新的显示器是心理作用吗？为了让普通观众拥有职业选手级的写轮眼，我是真的下了血本。本期视频，我将借助售价高达20个 W、拥有全域快门的 S5K， 在60帧的视频上开启1600帧的无限阅读。这是普通玩家眼中的 CS。而这是永恒万花筒下的世界。我是阿姨，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做一个小调研。如果你的肉眼能辨别65到75帧的画面，请在屏幕上打一个1；能准确看出120到144的帧率，打一个2；能辨别200帧以上，给自己评一个万花筒。之所以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，是因为现在无论是显示器还是笔记本，分辨率和刷新率都愈发的激进。在今年4月时，我做了一场 DLSS 的盲测，主题是不显示帧数，来猜测3倍帧生成和4倍帧生成，也就是180帧对比240帧，很晕对吧？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，很多观众都认为240帧更加的流畅。你觉得哪边流畅？这边。那你觉得画面呢？画面上的话，这个好一点吧。哪边更流畅？这边吧。感觉有点好点，可能是感觉有问题，但我觉得这边确实要流畅一点。我呢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大多数的人判定画面流畅的方法，并不是网传的手感，而是看残影。如果你对画面残影比较敏感，那么那种大几百刷新率的显示器，可能就不完全是心理作用。当然，前提是你的硬件能够足以跑到一个漂亮的帧数。这次测试平台为 X870 Godlike 加 9950X3D， 搭配 5090D 水超龙。测试的高刷显示器为第4代 QD-OLED 面板，500刷新的微星流光。本轮采集设备为 S5K 加蔡司35电影头，录制格式为 ProRes RAW 2K 1600帧。当然，选 FreeFly Amber 并不是为了装13。目前主流相机、手机都为卷帘快门，如果拍摄对象移动过快，像素间会产生时间差，形成果冻效应，严重影响呈现效果。S5K 在全域快门高速领域已经算平民战神了。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贵族，可以看 Tip 这期的视频。首先是经典的 CS， 这是1000帧摄影下144刷新的 CS2。这是300刷新，而这是500刷新的微星流光。我们可以看到500刷新的边缘近乎平滑。守望先锋5已经是这种程度的狂晃鼠标了，500刷新在慢动作下却是这样的。对比开枪，尤其是换弹动作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移动时
时差距也尤为明显。除了电竞游戏外，如果你有顶级配置且愿意合理设置，3A 游戏在高刷下也能明显的减缓拖影现象。接下来请欣赏阿里5090 2K 专属优化设置600帧黑神话的动态表现。当然，减缓拖影除了高刷新外，面板素质也很重要。目前公认响应速度快、拖影少的是 TN 面板，但 OLED 也不差，还有 TN 无法比拟的对比度和暗场表现，很适合电竞 3A 的双修档。只不过由于寿命问题 ，OLED 至今被广大玩家诟病，所以今年很多一线大厂的旗舰显示器选择了相对安全的第4代 QD OLED。简单来说 ，QD OLED 用蓝色发光材料通过量子点膜转化为采光，以减缓传统 OLED 颜色老化不均匀产生的烧屏现象。除了首发测试外，我自己也在长期使用 QD OLED。3年前做这期视频测的 G85QB 至今都被当作剪辑屏高强度的使用，也请屏幕前入手了 QD OLED 的小可爱来评价一波。虽说 QD OLED 相对安全，但并非完美。由于是蓝色发光材料，亮光环境下黑色部分会偏紫，全屏亮度也很差，所以三星这几年更新都在修补这些弱项。我们以第4代 QD OLED 的微星流光为例，除了均匀度、可视角度、对比度这些传统强项外，这一代通过堆栈，亮度终于做到了全屏330尼特。文字清晰度方面，实测也比第3代 QD OLED 有所提升，而设计党关注的色准，这一代基本达到了可用值。当然，色彩和显示器厂家的调教也有关。如果各位感兴趣，后续我们可以出一个 OLED 大乱斗。至于各位最关心的寿命问题，第4代 QD OLED 虽然没有明确的使用寿命数据，但微星这一台屏幕保护简直丧病。光是模式就有8种。个人比较喜欢它的 AI Care 功能，一旦离开座位自动熄屏，人走过来自动点亮，不用忍受传统 OLED 时不时跳出像素清洁。目前第4代 QD OLED 高刷显示器的整体价格有些偏高，如果资金没有那么充裕，又考虑尝鲜 QD OLED， 可以看一下第3代和第2代。不过现在相比于显示器的价格，新硬件售价以及新游的普遍优化程度才是真正的大头。我当年手册4090预测过，真正需要这种性能怪兽的是虚幻5游戏，现在看来保守了。魔幻的是，目前有厂商将优化问题归咎于玩家配置，也有媒体评价现在新玩家过分追求高帧数。过去大家之所以对于配置需求更加包容，是因为以前很多显卡杀手视觉进步是跨时代的。现在多数虚幻5游戏的问题是，主流显卡不仅连原生温保帧都没有，视觉上也未对战神大镖客2形成碾压优势。只能说穿透图形技术似乎已经到了瓶颈。如果你因新游优化问题不敢升级显示器，部分虚幻5游戏排除无脑特效后，开 4K 可能反超 2K 180p 全特效的画质，帧数甚至更高。大部分虚幻5新游只要接受降低 Lumen 等级，哪怕主流配置也不必焦虑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你接受牺牲10%的画质来换取数倍帧数，那么4060到5070搭 2K 144 240刷新的显示器不成问题。5080、90用户可以考虑整个 2K 500或者 4K 240。我呢也会定期更新针对各档显卡运行新游的设置推荐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！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